这 culture shock 太幽默了，就是这件事情不可能在台湾发生，绝对被客诉到爆。他又再重新跟我要了一次这个 check-in luggage 的费用，不就还好我有留我那个付费的票根，我还要用很破的西文跟他沟通说，哦，我在 Punta Arenas 已经付费过了，甚至是在那种你会 expect 他要会英文的地方，比如说机场。比如说非常高级，一个人要1000多块、2000多块台币的高级餐厅，比如说的服务员、诊所，他们都不会因过节岛4天是42900，然后南极7天是50万，总共这一整段11趟飞行的机票是差不多台币15万。哇塞！所以这样全部加在一起是。刚从南极跟南美洲远征回来，终于可以在台湾好好休息一下。这段时间除了继续学意大利文，我也会利用空档看一些学习相关的书。平常我看书用的就是这台读墨的 Moo Ink 阅读器。最近很开心可以跟读墨合作，帮大家争取到一个超值的团购优惠。这次团购开放的机型很齐全，从小尺寸到大尺寸，几乎每一种机型都有，而且每台都有搭配保护壳或是皮套，直接帮你配好配满。首先是这台7寸的 Moo Ink Nana， 它有蜜月白跟暗夜黑2个颜色可以选。我现在自己是使用这一台黑色的，因为大小刚刚好，随身携带很方便。彩色电子阅读器越来越普遍，那它的彩色饱和度已经做得相当不错了。萤幕还可以调色温、调亮度，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看书，眼睛都比较不会觉得累。7寸这台旁边有做直线设计的快捷键，单手拿不会手酸，翻页也很好按，而且它像手机一样可以4面翻转。直的看、横的看都 OK， 画面会自己转。平常坐着、趴着、躺着滑，阅读体验都非常轻松。我记得有一个理论是说，要养成好的习惯，就要把这个东西放在随手可取得的地方。那如果你想要养成阅读的习惯的话，我觉得买一台方便携带的电子书是很有帮助的。因为好拿好携带，让把书拿出来这个动作变得很轻松，不知不觉就会让自己用零碎的时间拿来看书。那如果你平常阅读量比较大，常常需要看很多资料，边看边画重点、做笔记的话，就会比较适合萤幕大一点的机型，像是10.3寸或者13.3寸的 Moo Ink Pro 2C。这台不只可以拿来看书，还能够搭配触控笔手写笔记，写起来的触感跟一般写字差不多。总共有4种笔触、7种色彩模式、8种手写颜色可以自由切换，而且这支笔是不用充电的，随时想写就写。平时拿来做笔记或是在工作场合要签合约、看 PDF 都很实用。办公室和自己家里不再会出现一堆纸本文件，对于特别爱整洁的人来说，根本是人类福音。那跟其他电子阅读器不一样的是， Moo Ink 系列是专门为繁体中文设计的，可以买来看的中文书真的超多，小说、漫画、资料书、工具书种类都非常齐全。整个平台至少有几10万本电子书可以选，而且你看过的书都会存在 Moo Ink 的书柜里面，想重看什么，随时打开都可以继续阅读。长时间看也不用担心伤眼，因为电子纸荧幕低蓝光，眼睛比较不容易累，滑一整个晚上也没有问题。最后我想要提几个我个人很喜欢的点，它的这个旁边按钮是对称的，然后它整个阅读器也是平的，所以你要把它放在任何东西上面就不会凸凸的。如果你刚好在找一台阅读器，这次团购的 Moo Ink 阅读器搭配保护壳真的非常划算，完全是可以入手的价格。我会把优惠资讯跟团购表单整理在下方的资讯栏。观众的朋友们，跟我一起用 Moo Ink 养成阅读习惯吧。各位观众，在经过21天10趟飞行之后，我这个远征拉丁美洲之旅终于要告一段落了。我现在人在 LAX， 我准备搭最后一班飞机，也就是我的第11趟飞机，终于可以回台湾了。我讲到一半，这个机场一直有这个嗡嗡声，已经持续好几分钟了，都不会停。我已经忘记我要讲什么了。反正这趟旅程呢，我不敢说辛苦，只能说是非常辛苦。机场太吵了，我们直接开始登机。这趟旅程除了飞很多趟飞机之外，我们去到了智利、南极、墨西哥、复活节岛，然后在这每一个地方都有出事，都有一些小意外啊，这是有一些需要处理的状况。总之我非常开心，终于这趟旅程结束，我要准备回台湾了。迎接我的是熟悉的长荣，谢谢长荣。我想要找一个男的空服员拥抱他，你知道吗？我的位置在这里。我跟大家说，我真的不是在唬烂。我从墨西哥飞到洛杉矶降落的时候，我在停机棚看到 EVAR Air 的飞机，我就一股安心感涌上心头。因为这次有搭的很多拉美的航空公司，就真的有出了一些状况。有一些是我没有拍到影片里面的，像比如说，我们不是因为南极天气不好，没有办法起飞，所以延误了1天才回到 Punta Arenas， 所以我们那个机票时间要改嘛。我们跟客服通电话1个小时就算了，终于有改好
我的机票，结果后来我们到现场才发现，他改机票，把我原本都有买可以托运行李的机票票种变成都没有托运行李，所以是我到现场我还要再额外多加钱买，才能够把我本来可以托运的行李托运上飞机。因为我那一整趟是联票，就是从 LA 到智利，智利到葡萄牙，葡萄牙回到智利，智利到墨西哥，墨西哥回 LA， 这全部是一起买，所以等于是后半票全部都要加买，所以后面这整段又额外多花了我$300，而且我原本想说好。反正有钱可以解决都是小事，我在葡萄牙都已经确认了，我就是付这个钱，我的 check-in luggage 就可以一路到智利、到墨西哥、到 LA 都没有问题。结果到智利的时候，他又再重新跟我要了一次这个 check-in luggage 的费用，不就还好我有留我那个付费的票根，我还要用很破的西文跟他沟通说，哦，我在葡萄牙已经付费过了，反正就是发生很多在我理解范围之外的事情。好，所以除了飞机要改期，然后还要多加钱。买已经买过的行李之外，在复活节岛上没有现金，差点缴不出房租。在智利天气不好，差点没有办法出发去南极。从南极回来一样天气不好，要改原本安排好的智利的班机。然后到墨西哥，我妹整个大晕机，大概有2-3天的行程都废掉，只能我自己进行拍摄。然后我在墨西哥最后的2-3天呢，我自己也感冒了。这趟拉丁美洲之旅真的是多灾多难。这个影片上线可能是5月了，所以到5月回头看，你知道痛苦都会被洗刷掉，会留下来都是那些印象深刻的美好，但就是在那个经历当下，真的是挺不舒服的。我真的认真觉得，身为一个旅行者，我的身心灵透过这一趟旅程成长了很多。看来美洲还没有要放过我，我们现在在这里等起飞，等了10几分钟。刚广播是说，因为今天机场很 busy， 我们好像被排到比较后面，要从本来预计飞的跑道改到另外一个。哦，美洲也在搞我。我们已经等了半个小时，还在原地，没有办法起飞。在美国，要起飞了。好，我们回到台湾了。你身体恢复的还 OK 吗？蛮血复活，蛮血复活，但是就是有休养了好一阵子。我们好久没有一起出国拍摄，对啊，然后你就给我搞这出，不是，你知道，就是生命中一点惊喜嘛。哦，哇，那妹妹就是带给我太多惊喜了。对啊，是不是觉得有妹妹真好？就哇，天哪，体验到好多从来没有体验过的事情。好，我们要来讨论的是完全忽略我消费回顾，因为我们这次也是从复活节岛、智利、南极、墨西哥远征了3周之后，然后终于回到台湾。其实这支影片上线的时候，应该已经是5月了。那我们是1月底2月初的一个旅程嘛。那我们这个结尾按照惯例讲一下对墨西哥的感想，你有没有什么最有印象的事情？有蛮多感觉好像很无助的时候，就尤其是一开始啦，因为我是自己一个人到达墨西哥，身体很不舒服啊，然后我又是一个人待在墨西哥城探险。你有觉得经历这一次的旅程之后，让你变得更独立吗？或是更敢挑战高的旅游难度吗？没有所以它单纯只是一个创伤回忆，它没有任何好处，就是 no bright side。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本人是比较喜欢 chill 一点的，这次的旅途当中，我觉得还蛮高压的。对，就是因为有很多原本安排好的事情，然后我又突然没办法参与，然后我就觉得会带给很多负担。他不喜欢麻烦别人啊。对，我就是会怕说造成大家很多麻烦，然后就是要调整，然后我就会压力很大，然后加上身体又不舒服的话，我觉得他就是你整个情绪会非常混乱。听起来墨西哥这描述的非常负面，但是我觉得绝对是一个印象很深刻的一个旅途。You didn't save it, you didn't save it 。我可以 add on to that 无助的这件事情，因为墨西哥真的是我去过这么多国家，英文普及度最低的一个地方。哦，这个真的，而且是有点超乎你的想象。对，因为你觉得说它离美国这么近，对啊，应该大家都会英文吧？但我觉得他们这2国的关系非常的 complicated， 对，很复杂。他们有一个 love-hate relationship， 就大家就可以去看我们之前那个街访那支影片。所以我觉得他们有些人是刻意的，我就是没有想要学英文。但是讲回来，这边就是很多地方是，除非你是访问到或是找到受到高等教育，或者是有出国留学的墨西哥人，不然真的有很多地区是大家都不会讲英文，只有可能1个人会讲英文，很少。然后你就是要去找那个会讲英文的，然后通常他会很忙，因为他要应付超级多人，甚至是在那种你会 expect 他要会英文的地方，比如说机场。比
比如说非常高级，一个人要1000多块、2000多块台币的高级餐厅，比如说的服务员、诊所，他们都不会英文，他们都没有讲英文。我的街访是在刚到墨西哥城的第1天就去拍的，可能爱茶它本来就是一个比较国际化的餐厅，对 ，Taiwanese cuisine， 所以会去那边消费的人都是 maybe 比较稍微 wealthy 的人，可能有体验过其他国家的文化。对，所以我在那一次，我觉得我的访问的 sample size 是有一点 bias，然后我问他们，几乎大部分人都是说，哦 ，you can get by with English, everyone speaks English here。No， 没有，我们后面几天真的好少遇到会讲英文，对，可以流利的用英文沟通的人。要不是有 Kyle 或是 Emily 或是我们其他认识的朋友，对，有陪我们的话，对，用西文跟那边的人沟通，我们真的是讲英文，他们都不会回我们任何的英文，他们就自顾自的讲西班牙文。再接下来讲到服务业这件事情，我也觉得服务业的那个文化跟台湾真的差太多了。台湾真的服务业就是我要服务好你。墨西哥我觉得他们就很热情奔放，然后呢，非常的做自己。我刚才也在想做自己这件事，他们非常做自己，当下他们想做什么，他就会做什么。对，他们也不是没礼貌，对，但他们就是没有把服务放在第一顺位。对，我在餐厅有遇到，就是在忙他自己的事情，然后他就是没有要理你。比如说他可能负责的工作就是要整理，比如说这个自助餐台，他就会非常 focus 在他的工作，然后你去问他什么事情，他就是没有要理你，然后可能他也不会英文，他也不会把你guide到去其他可以帮忙你的人，他就是挥挥手没有要理你，然后他就继续做他的事情。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可能在机场，然后他要帮我换票，过程中他有一个朋友好像下班要走了，他居然跟他老兄聊了起来，聊超久，而且不止我在等哦，就是后面有一排人在等，他没有在理我们，就是他做事到一半，然后开始跟老兄聊天，聊完之后再处理你们这边的事情，这 culture shock 太幽默了，就是这件事情不可能在台湾发生，绝对被客诉到爆。然后我甚至有听 Emily 跟 Eric 他们讲说，因为他们是 business owner 的角度，他说如果说你 hire 一个台湾人能够做的工作的分量，你可能墨西哥人你要 hire 2到3个才可以 cover 这一个台湾人可以做的工作量，就感觉他们好像对于工作没有到那么的有进取心嘛，然后他们比较在乎说我的生活，不用这么努力工作，就是我的生活要过得很丰富，然后他们对于可能花钱什么的可能也有关系，因为凯有跟我讲说他们的发薪是2个礼拜发一次薪水，然后呢他们在发薪水的那1个礼拜，他们买东西不看价钱，就是直接把它花完，直接消费，全部花完。对，然后呢这也连带影响到他们银行的利率，好像光是定存就可以高达10%，但是也没有什么人在存钱。对，我记得看有分享到10%是一个超级扯的数字，很多公司债都没有到10%，但是他们的概念比较是我今天有多少钱，我就把它花掉，因为我不知道我明天会在哪里。它是一个当下享乐的一个机制，对，所以这些讨论跟文化的观察，反而是我对墨西哥印象最深刻的地方。当然还有一些比较表面的，包含可能它的城市长什么样子啊，它有一些氛围跟台北很像啊。但我觉得这些东西在之前的影片里面，其实都有呈现出来了。对，那我刚刚讲的这些比较是我观察到的一些小细节，然后让我印象深刻的事情。好，我最后讲一个，墨西哥的玉米饼真的是不好吃。然后详情的话，请大家去看那个玉米饼地狱。那最后的最后，我们就是要来看一下 Guanajuato 加上 Mexico City， 我们总共花了多少钱。然后呢，我也会统整我这次这3周下来的远征，我总共花费多少钱。那我们来看一下，首先呢，租车的话，我们租5天 ，peso 到台币大概是1:1.65，所以租车的话1天是1500 peso， 然后我们租了5天，所以是7500。然后油钱的话，其实我们跑蛮远的，油钱总共加其实只加了1000 peso， 感觉油钱蛮便宜的，对比我想象中便宜。对，再来停车费超级贵，特别在 Guanajuato 那个1天停车费就要250 peso， 停车费总共加起来在 Guanajuato 跟 Mexico City 要1150块钱，所以这个是车子的部分。景点，我们去木乃伊博物馆、歌剧院、金字塔博物馆，然后还有一个城堡，5个景点嘛。它每一个景点的门票刚刚好就是100 peso， 就165台币，每一个都是一样，非常的一致。因为这是我付2个人的钱，所以就是这全部加起来1000 peso。然后呢，它还有多一个很怪的那个拍摄许可证明。对，每个地方你都要多花50 peso， 而且它是一个机器就要付1次，所以如果你带一个机器一个空拍机，然后你有个 B cam 的话，你就要付3次。所以因为我有一个 GoPro。
所以呢，我就是多付了250 peso。观光景点的话，还租了一整艘船，然后去看了水族馆，然后这个是比较贵一点，因为一整艘船它其实可以坐很多人，但我们最后上面只坐了4-5个人这样，反正这个加起来是1920 peso。好，这个是有点景点相关的部分。哇，我们做了这么多事情哦。对啊，没有啊，你都不在。我只记得我去了金字塔。然后再来是餐费，瓜纳瓦托加上墨西哥城的餐费，这是2个人的餐费哦，是3620块钱。这是6天，所以1天500块，3餐哦，超便宜耶！如果你要跟欧洲比，或者是跟美国比的话，一定是比较便宜的。但是我们这个为什么一人会花到500块钱？是因为我们也有吃一些蛮不错的东西，有一些晚餐我们可能点的是把它餐点很多的品项都点了一个这样。但是呢，我这个餐费有 exclude 2餐，一个是洞穴餐厅，吃虫餐厅那一间特别贵，我觉得那间除了有噱头之外，它是可能有一点像 tourist trap。对，但是就是有它的魅力附加价值，你拍照啊，然后有个仪式感，而且是去体验你可能在其他地方不一定可以吃到的东西。对，所以那边比较贵，然后加上还有最后1天晚餐，我请大家吃巴西烤肉，因为像庆功宴，就是所有拍摄都结束了，终于可以回台湾了，对，我就大傻逼，朋友大家一起吃，对，超贵。对，那餐比较贵，而且那餐比较奢华一点点。那餐是吃到饱的烤肉。对。所以光是那一餐我就喷了大概7-8千台币，总共是12000 peso， 然后其中有大概8-9千块钱是那个巴西烤肉，所以这是吃的部分。对，然后再来民宿的话，我觉得还好，也没有很贵。瓜纳瓦托2晚是6680，然后墨西哥城的3晚是14240。但是你还有帮我订一个，你有加进去吗？啊，对，你那个是多少钱？我的那个是7000，那住宿再加美眉的7000台币，那这样子全部加起来，墨西哥6天的总消费是84572。然后呢，我们再把所有这一整趟3个礼拜全部加在一起，复活节岛4天是42900，然后南极7天是50万，总共这一整段11趟飞行的机票是差不多台币15万。哇塞！所以这样全部加在一起是777472。哇，大失血！不会大失血，因为真的最近的流量真的是比我想象的好很多，所以是都有赚回来的。3月份就是我在上南极的那个月份，是阿滴英文流量有史以来的最顶峰、最高的一次，然后破1200、1300万。阿滴英文加阿滴日常，那个流量费是有把南极的那个旅费赚回来。复活节岛跟墨西哥相对就没有花这么多钱嘛，所以那个一定都有赚回来。感谢大家的收看。但是这真的是也是去到了一个真的大家蛮好奇的地方，对，南极，然后也拍得很好，我努力拍，认真拍，我也是每一集都是准时观看。我觉得墨西哥系列的反应相对的比较还好，对，可能是因为大家没有到那么熟墨西哥，但我还是觉得墨西哥是一个很有魅力的地方。第一个是我会觉得我这辈子应该会再去一次墨西哥，因为它实在是太大了，然后它有很多东西我还没有探索到。Kyle也是一直在那边撸我说，要不要再多待1-2天，我可以带你看更多东西这样子。因为我觉得有 Kyle 的关系，所以可以让这一整趟的旅程是非常丰富，而且是富有文化的。然后像我刚刚讲那些印象最深刻的东西，如果没有 Kyle 跟我分析的话，我也不会留下这个印象，然后也不会有那么深层的认识。所以感谢 Kyle， 我觉得墨西哥这种旅游难度很高的地方，就很适合找 Kyle 这种当地客制化精致小团。Kyle 他也还是有在接墨西哥的小团，所以我会把 Kyle 的那个联络资讯放在影片的更多资讯栏或者是留言区那边。大家如果对去墨西哥有兴趣的话，可以揪一揪身边的几个朋友凑成一团，或者是 Kyle 会帮你可能2团凑在一起之类的，然后由 Kyle 亲自带你们玩墨西哥，他会把你们照顾得非常好，真的。好的，那这次就是完结我们的远征，非常感谢大家一路以来的收看。然后接着的话呢，可能会是一些比较小的更新，然后可能在台湾拍一些影片啊，我也会带一个我在韩国认识的某一个人来台湾玩。会是谁呢？会是谁？大家可以期待一下。好好奇哦，天哪！接下来的下一趟比较远的旅程呢，是可能跟4角恋一起去到一个神秘的很多热气球的国度。哇哦，我已经看到，就是因为我跟我哥是共享行事历，我已经看到他就是把所有的排程都排上去了，我真的觉得哇塞！我今年的旅程基本上都已经排好了。他真的是好可怕哦！感谢妹妹这次陪我来墨西哥，因为真的是临时，我跟她说有一个位置，对，她才就是你知道力挺这样子。我觉得是有点像是小救火吗？对，有点救火，对，因为他那时候订的时候人数就是这样，然后我就觉得如果没有去的话，感觉好像有点可惜，就是浪费那个2个人这样的钱。
所以我就一起去了。好，我们就下次影片见了，拜拜。